很多人都觉得越乖的人应该越幸福，他们听话、懂事，在长辈眼里，他们是最不需要让人操心的存在。但在现实里，很多很乖的人长大以后，内心反而长期处于一种安静的压抑状态。他们习惯忍着情绪，不表达需求，习惯下意识先照顾所有人。明明已经很累，却连一句“我其实很难受”都说不出口。为什么越乖的人越容易压抑自己的情绪？这里是 Lori 心理解剖室。很多习惯压抑情绪的人，小时候都非常懂事，他们很少闹脾气，也很少主动表达不满，甚至会下意识觉得我不能给别人添麻烦。于是他们开始习惯委屈的时候忍着，难过的时候压着，生气的时候沉默。别人问一句你还好吗，他们最常回答就是我没事。时间久了，这种压抑甚至不需要经过思考，就慢慢变成一种自动化的反应。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分不清自己是真的没事，还只是太习惯第一时间把情绪压回去。这些其实和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。有些孩子小时候发现，只要自己一有情绪，家里的气氛就变得不一样。父母变得沉默、不耐烦、叹气，甚至只是一个眼神的变化，都会让孩子的大脑立刻进入一种高度警觉的状态。孩子还没来得及理解自己为什么难过，身体就先开始扫描气氛有没有变冷，大人是不是不耐烦，自己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。这时候孩子关注的已经不是自己的感受，而是我的情绪会不会让关系变危险。很多孩子甚至会立刻停止哭，停止表达，开始小心翼翼观察大人的脸色。因为对孩子来说，家里的气氛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压力信号。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，慢慢的他们的心理系统就会形成一种长期的情绪警觉，也就是比起表达自己，你会更快注意到别人有没有不高兴，气氛有没有变化，关系会不会出问题。因为在你的心理系统里，真实情绪会慢慢和冲突、压力、不被喜欢这些感觉绑定在一起。很多孩子后来慢慢发现了，只要自己足够懂事，家里的气氛就会稳定下来，父母会放心，冲突会减少，关系会恢复平静。于是你的心理系统会不断强化一个结论：压住情绪才是最安全的。慢慢的，压抑情绪就不再只是习惯，而会开始变成一种默认的自我保护方式。时间久了，你会默认遇到情绪先压下去，遇到冲突先让步，遇到关系变化先缩小自己。因为你的身体早就学会了，只要我安静一点，只要我懂事一点，关系就会更安全。所以只要身边的人脸色稍微一变，你的身体就会立刻开始紧张，下意识的先观察，先迎合，先处理别人的情绪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共情能力强，但从心理结构上看，这其实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关系警觉。你的系统会自动默认别人的情绪比自己的情绪更重要。问题是，情绪不会真的消失。当一个人长期压抑情绪，他的心理系统就会慢慢变得迟钝，越来越难第一时间识别自己的真实感受。明明很累，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累；明明很委屈，却哭不出来。甚至很多时候，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都会变得越来越模糊。因为长期以来，你的心理系统一直都在优先处理
别人会不会不高兴，而不是自己真正的感受。时间久了，就会变得越来越感觉不到真实的自己。所以很多很乖的人进入关系后，会特别容易过度体谅，习惯性忍耐，下意识的先照顾别人的情绪。他们很少真正表达自己的愤怒、需求和不舒服，因为在他们的心理结构里，一旦表达情绪，心理系统就会立刻把这件事判断成关系风险。于是很多人会开始快速压住情绪，快速恢复正常，快速让自己别麻烦别人。表面上他们越来越稳定，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处在长期高消耗的状态。很多高压抑型的人格不是不会累，而是已经太习惯忽略自己的累。所以特别懂事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成熟，有时候那只是一个孩子为了不被讨厌，不让关系失控而早早学会的生存模式。时间久了，这种压抑会慢慢变成一种身体惯性，你会开始在所有人面前下意识地说没事，下意识配合别人，下意识露出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笑。可问题是，当一个人习惯性压抑自己的情绪，他的笑会慢慢变成一种伪装。表面上他看起来没事，情绪很好，但其实那个笑的背后可能已经没有多少真正的快乐了。为什么有些人越是习惯微笑，却越来越感觉不到真正的快乐？我是 Lori， 下个视频我们继续剖析。